你是青衣吧？终于找到你了，跟娘亲回府吧。好。楚家果然是京都最大的粮商，家财万贯。夫人好。师父临终前说我是大户人家的女儿，竟是真的。师父说我是麒麟命格，若善待我，及笄之后可保家族平步青云，反之必遭衰败。不知这楚家配不配得上这份气运？娘，她是谁？这是青衣，是你的妹妹，以后她就是咱们府上的大小姐了。柔儿是二小姐。娘，你凭什么说她是我妹妹？我这辈子只有柔儿一个妹妹。身份查实过了吗？老爷，查过了，她就是当年被产婆报错的孩子。既然如此，就在府里住下吧。另外，柔儿的身世要保密，否则会影响日后的联姻。城东头最有名的纺织铺子，这一件裙子就要几十两银子。哼，那是我和师父好几个月的生活费。可这明明该是属于我的。娘亲爹爹，如果你们很为难的话，柔儿可以离开的。是我占了姐姐的位置，我享了那么多年的福气，还霸占了爹娘哥哥的爱，我该死。放心吧，柔儿，咱们从小一起长大，哥哥只认你这个妹妹。如果她敢找你不痛快，哥不会放过她的。大少爷，楚小姐，是你们娘亲让我回来的，我可什么都还没说，什么都没做呢。你们怎么就哭上了？不欢迎我的话，我直接走就是了，又何必找我回来？这是大势已去的兆头，我可不想跟着倒霉。够了，都别吵了，回来了就好好相处，咱们楚家不缺一口饭吃。柔儿，你也别哭了，你依旧是楚家的小姐，地位不会变。当然，哥哥对你的爱也不会变。姐姐，你也会爱柔儿吗？谁是你姐姐？我为什么要爱你？你独享了我家人的爱那么多年，现在也要求我来爱你吗？我是不是还该感谢你？姐姐果然不喜欢柔儿吗？够了，一回来就欺负柔儿，这一切又不是柔儿造成的，柔儿也是受害者。受害者吗？如果不是他，我也不会沦为孤儿。若不是遇到我师父，我早就饿死了。而他却顶替我的身份，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。即便是这样，你们也觉得他是受害者之一吗？我和他二选一的话，你们会选谁？开！我当然选柔儿。你以为你是什么东西，也敢在府上撒野？青衣，娘知道你受苦了。柔儿的生母是府上的烧火嬷嬷，怕女儿受苦才把你跟柔儿换了。她死前才说出真相。是吗？那你凭什么认为我是你的亲生女儿？嬷嬷说你胳膊上有麒麟胎记，我也观察过了，确实有，而且你跟娘亲长得相似，不会错的。原来是人之将死，其言也善。看着他们头顶的黑气，下个月就是我及笄的日子。如果他们这一个月对我好，兴许我还可以救他们一次。说好了，回来就是喜事。过几日府上办个宴会，公开你的身份。但是柔儿跟三皇子早有婚约，她的身份断然不可说出去，否则是欺君之罪。青衣能跟皇室联姻，咱们楚家如虎添翼。若是你再许个好人家，更是双喜临门。以前的苦日子都过去了，以后爹娘会好好待你的。来人，带大小姐去她的院子。夫人，老奴不知道大小姐该住哪个院子。先住枫叶院吧，那里安静，青衣应该会喜欢。那是谁的院子？回大小姐，那是柔儿小姐的住处。这院子位置最好，装修极其考究。看来这楚柔儿真是万千宠爱于一身啊。大小姐，这就是枫叶院了。老奴不知道您回来，还没来得及打扫。不必打扫了，我不住这里。我不住枫叶院，那个院子又偏又小，杂草丛生，压根就不是给人住的。我要住楚柔儿的院子。你敢！
枫叶院再怎么说都比你以前住的地方好上百倍，你有什么资格嫌弃？柔儿的院子只能她住，你没资格住那里。哥哥，别凶姐姐，姐姐才是真正的大小姐，那个院子本来就属于她的。柔儿现在就去把东西都搬出去。青衣，柔儿跟三皇子订了婚，她若是住在偏院，这是对三皇子的不尊重。要不然等她出嫁后再让你住进去好不好？而且你很快也要嫁出去的。果然，一切都是为了利益。我竟还曾以为他们会真心待我，竟是我自己太天真了。姐姐要那个院子，柔儿给她就是……你不要太过分了！你一回来就把府里搞得乌烟瘴气，你是不是要逼死柔儿才甘心？黑气越来越盛，他今日只怕是有血光之灾了。行，那给我换个好点的院子，我不住枫叶院。啊，好，柔儿院子旁边那是听雨轩，虽然比柔儿的小了点儿，但环境清幽，一直有人打扫，这就让你搬进去。反正我也住不了多久。师傅，您看，这就是夫人睡的床。师父是神算子，却犯了5弊3缺，眼下又赤贫，我跟着他饥一顿饱一顿，从未想过能有今日。您说我是麒麟命格，积极之后方能显贵。若您能撑到那时，我们要什么没有，可惜。青衣来了，快过来坐。你看你瘦巴巴的，要多吃些补补。府里给你请了礼仪嬷嬷，明天开始你就跟着学规矩，到时候嫁到夫家，婆婆才不会挑理。你代表的是楚家的脸面，一言一行都跟楚家挂钩。我不想嫁人。姐姐，及笄后就要谈婚论嫁了，这是父母之命，媒妁之言呀。楚家没养过我一天，凭什么替我做主？婚事已经给你定好了，夫家是相府的少爷，你不嫁也得嫁。相府3少爷应初瑶，那个20多岁还没婚配的傻子。哼，除了楚家，还有谁会愿意把亲生女儿嫁给一个傻子？相府有权有势，你嫁过去不会亏待你的。相府就这一个独子，以后你就是主母，再生几个孩子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娘是为你好啊！这门亲事原本应该是定给楚柔儿的吧？你们把我找回来，就是为了让我代替她嫁给那个傻子，好让她干干净净的嫁给三皇子，是吗？呸！你知道什么？三皇子有望立为太子，相府是三皇子党，到时候你们姐妹俩嫁过去，咱们楚家的地位才会固若金汤。楚柔儿比我好，享受了那么多年的荣华富贵，理应为家族做贡献。我呢，我没享受过一天大小姐的日子，凭什么要牺牲我？既然你们找死，那我就成全你们，苛待我一分，这黑气便重一分。我只需要静静等待及笄那日就好，一切都会如约而至。知道了，既然如此，全凭父母安排。既然回来了，总不能穿得太寒酸，给他多做几身合身的衣裳。没有丫鬟也好，我不习惯被人服侍，只要静静待到及笄后离开就行。你来干什么？听说你在外面过得很苦，住在城外的一个破木屋里，吃穿连猪狗都不如。如今得知自己是楚家大小姐，很得意吧？麻雀摇身一变，还真以为自己成凤凰了。我听娘说，你在街头摆摊给人算命，就靠这些装神弄鬼的东西，骗钱维持生活吗？果然啊，你跟你的母亲一样，真是一点楚家的优良都没遗传到呢。你这个贱人！二小姐，金环银环，抓住他！本小姐今天就要好好教训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贱人！是。敢打我的丫鬟，
本小姐今天就好好教训你！你们在干什么？哥哥，柔儿只是想来给姐姐请安，增进一下姐妹感情，没想到姐姐不欢迎我，还动手打我的丫鬟。我跟她理论，她就柔儿。你真的太过分了！凭什么动手打人？柔儿从小就被我们呵护着长大，我们都舍不得打，你有什么资格打她？我从小在外面，为了跟人抢地盘摆摊，打得不可开交才能活下来，而楚柔儿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得到所有的爱。慢着，这卦象。既然回了楚家，你就不要搞这些下九流的东西。今天的事就算了，柔儿，以后你不必来给他请安，他不配，你乖乖安心待嫁就是。走吧。好哥哥，你还是担心一下你自己吧。今天你有血光之灾哦。没教养的疯子，装神弄鬼的东西！你以为这样就会吓到我吗？如果你今晚不出门的话，就可以躲过一劫。姐姐，你有什么不满就冲我来好了，不要诅咒哥哥。呵，别理会这个疯子，哥哥不会信他的。那哥哥今天可以带柔儿去街上买胭脂吗？哥哥早就答应柔儿了的，可不许食言哦。好好好，哥哥现在就带你去。亲爱的哥哥，机会已经给过你了。你怎么会知道你哥哥有血光之灾的？你真会算命吗？当然是算出来的。从小跟着师傅学了一点皮毛，哥哥出门前我劝过他了，他没听。是我不好，如果我不喊哥哥跟我去买胭脂，就不会这样了。楚家什么时候缺过你胭脂水粉？一定要出去买吗？需要什么下人送不就好了？若是幼儿落下残疾，以后楚家的家业该怎么打理？是姐姐诅咒了哥哥。我们的马车走得好好的，马儿忽然就受了惊，然后马车翻了，哥哥才受伤的。都是他诅咒了哥哥。怪柔儿，都怪青衣这个贱人！我出门前他就说我有血光之灾，都是他，是他害我！你尽快把你那些算命的垃圾丢掉。今天的事谁也不准提，我可不信什么算命。爹会找最好的大夫给尤儿治疗，好好养着吧。另外，青衣，你及笄之前都不许踏出院子一步。我的下场是被禁足在了院子里。楚幽这次伤得不算重，养几天就好了。但是下次可就没那么幸运了。经过这件事，原本定好的礼仪嬷嬷也没来，我倒是乐得清闲。诸位，这位便是楚某失散多年的长女青衣，而柔儿日后便是楚家的二小姐。三皇子跟楚柔儿眉来眼去，若不是还要恪守礼仪，只怕就要按节珠胎了。看着这满屋子的虚情假意，真是无聊透顶。以前的日子，每天都在为了生活奔波，为了吃饱饭，都要付出很大的努力，哪里有时间赏花呢？如今，终于可以好好看看这片莲池了。什么声音？掉水里了！快看那边！天哪，是谁啊？水里有人！你没事吧？谢谢你，救了我。不用想也知道，是楚柔儿吩咐他将我推下荷花池，让我当众出丑。只是没想到，殷初瑶这个傻子会跳下来救我。
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虽然你从小在市井中长大，但是回来了也应该要懂礼仪。那么多夫人小姐在呢，你别逗笑了大家。胡说！明明是一个穿着蓝色衣服的丫鬟把他推下的，我看见了，是他。不是我，我只是路过，我没有推大小姐，我什么都没做，真的，我只是想回房，她自己滑倒的，和我无关。你们不要看着我这样，我没有害她，我没有。我看见了，就是你，你是坏蛋。我真的没有，不是我，真的不是我。哎呦，这是怎么回事？小香爷，您浑身都湿透了，这要是着凉了可怎么是好？先别管其他的，快去换身衣服吧。来人，快把小香爷带去客房沐浴更衣。脏死了，我要换衣服。承染了风寒，果然就没人管了。整个楚家都在热闹，连剩饭都没人想起来给我送一口，还是得靠自己去厨房顺点吃的。你没去吃饭，我刚刚去厨房拿的，你快吃。为什么对我那么好？你娘说了，以后你要嫁给我当媳妇的，我当然要对你好了。如果我不愿意嫁给你呢？如果不愿意的话，我们就可以做朋友。我娘说了，我是个傻子，没人会喜欢我的。你不喜欢我也没关系，我会跟你做朋友的。你真的不愿意的话，我就去跟我爹说，让他取消婚约。原以为是个跋扈的傻子，没想到这么善良，对我好的人都会有好运。岂有此理！相府欺人太甚，竟然一大早就派人送来退婚书。老爷消消气，他们怎么说的？还能怎么说？只说没瞧上，其余的一个字都没解释。我要给他另寻夫婿。娘亲，是不是姐姐那日有什么行为不当，让别人说了闲话，被相府退了婚后，其余好人家只怕都不愿与姐姐结亲了吧？当着那么多夫人小姐的面掉进荷花池，弄得浑身泥泞，还跟那个傻子有肢体接触，你可知外头指不定怎么编排？你怎么连这点小事都做不好？是有人把我推下去的，殷初耀看见了，是银环干的。不会的，银环自小就跟着我，她生性善良，不可能做这些事，定是姐姐自己不小心才摔下去的。别吵了，早知道接你回来一点价值都没有，当初就不该接你回来。哼，爹娘不接也接了，总不能再把他赶出去，这样对咱们府里的名声不好。现在只能找个愿意接纳他的，把他许配过去了。实在不行，就考虑一下做木材的王家吧，给王老爷做个妾室也是好的。王老爷的年纪都能做我爹了，我不愿意。由不得你，从你进府开始，你的命运就掌握在为父手里。老爷那副脸色，你看见了吗？看见了，气得手都在抖。这下他再怎么也翻不了身，好戏开场，等着看就行。母亲，青衣，你别怪爹娘。自古以来，媒妁之言都是父母做主，你总不能一辈子都待在府里啊。听到这里，我的心彻底死了。姐姐，只可惜三皇子只对妹妹有意，要不然妹妹愿意把三皇子让给你的。日后三皇子若是登基，你就是皇后了。胡闹，三皇子定也是听说过青衣自小在外长大的事。你从小就是依照当家主母的规格来培养的，青衣跟你没法比。你不要胡思乱想，好好待嫁就好了。姐姐，妹妹帮不了你了。谁说的三皇子一定能当上皇帝？万一跟他作对的四皇子即位，你们觉得三皇子的下场会如何？老皇帝的时间可不多了。放肆！天子之事，岂可容你大言不惭？祸从口出，以后这样的话休要再说，回你院子去。快走吧，青衣，别惹爹爹生气。若是你们执意要做三皇子党，不会有好下场的。
很快，楚家也会像这杯子一样分崩离析。因我被禁足在院子里，除了吃饭外，不得出院门一步。日子一天天过去，吉吉的日子如约而至。柔儿小姐真是天生丽质，福气逼人呐！听说三皇子今日送来了10里红妆，这排场京城独一份呢。虽然我和楚柔儿是同年同月同日生，但是待遇天差地别。青衣小姐，吉吉快乐。我就像个透明人，只有几个违心的人来祝福我吉吉快乐。青衣，青衣，今日你吉吉，这是我送给你的礼物。拿着这个，记得拿回去给你爹爹，让他和你一起拆开看。好，听媳妇儿的。楚柔儿的婚事在3日后，而我作为王老爷的小妾，连繁琐的礼节都省了，只等楚柔儿出嫁，2顶小轿就会把我从后门抬走。只可惜，我从不是逆来顺受的人。哼，你以为你是真千金又如何？血缘就那么重要吗？只要我的价值比你高，你就永远比不过我。爹娘哥哥永远都只会向着我。听说那个老不死的很变态，他的小妾都活不过3个月呢。你笑什么？所以，只要我比他有价值的话，你们才会选择我。妾，你不会比他有价值的。柔儿知书达理，琴棋书画样样精通，从小就是被按照主母的要求来培养的。你呢，浑身市井气息，你到底拿什么跟他比？青衣，你别怪我们，你也知道，从小培养一个女儿不容易。你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柔儿从小没吃过苦，就注定了她以后也没办法吃苦。你不一样，父亲相信你一定很坚强的。好，我知道了。我在城外躲了2天，这2天京城的天变了，先帝驾崩，4皇子登基，3皇子被流放岭南，皇帝梦碎，而作为3皇子党羽的楚家大祸临头。这是怎么回事？3皇子的迎亲队伍呢？小乡爷，您这是？3皇子结党营私，意图谋反，以伏访。楚家作为同党，奉旨抄家。不可能！我是要当皇子妃的。青衣，青衣，救救我们！你是那个傻，你是小乡爷的朋友，你救救他！对，青衣，我是你爹啊！快跟小乡爷求情！就你们，我问了你们2次，2选1的时候到底选谁？你们都选了楚柔儿，你们从来没拿我当过楚家的女儿，所以你们不配拥有我带来的福报。今日这下场是你们罪有应得。自此，京都再无楚家，天地广阔，我自逍遥，